不行，老板，我是离婚律师。你什么律师？你实习律师，实习期过了才给执业证，现在你连离婚律师都算不上。这个案子不接就给我打铺盖滚蛋，接了实习也满直接转正，还有额外奖金，给这个数。才500，亏钱5万。接的就是他，5万奖金，我来了。我叫云朵，如你所见，我是一名律所离婚部的实习律师，在专业的律师团队中脱颖而出，现在负责擦屁股背锅。我警告你别过来！你敢离我近一步，我就把这壶水泼你脸上！你泼！你以为我怕你？别打了，全打我身上了！云朵，3号调解室，委托人夫妻双方在洗手间门口，男方手里拿着马桶墩子，你赶紧去！救命啊！玉春，奶奶说了，上次那几个姑娘你不喜欢没关系，这次又换了一批，有学艺术的，学金融的，还有个做律师的，名校毕业，家世也好。这一批不行，下一批继续。反正他老人家时间多的是。不会再有下一批了。让他们进来。无聊。这得多少钱啊？这客厅比我出租屋整层都大，那张沙发看着就很贵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也买一个，不对，买2个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躺着。我宣布，这张脸、这身材、这气质，直冲我实习期甲方爸爸颜值排行榜top 1啊！不是吧？现在当实习律师都这么卷了，来对接案件还要比美？裴总从小算命的就说我8字好，而且还旺夫。不愧是有钱人，找个律师还要看8字。我要了。啊！派去公司门口辟邪。哎，裴总，我是旺夫，裴总。让你们卷，用力过猛，卷错方向了吧？裴总，我不仅很会打理家事，还很会做饭。送去餐饮部。我会满足您所有需求。送去前台登记访客目的。我会 cosplay 满足您的喜好。送去宣传部穿玩偶服发传单，送去非洲。裴总，我罗丽音，给我扔出去！老板也没说还有生命危险啊。你会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纯属意外啊！怎么，亲到我觉得脏？不是，裴总您误会了，我这是职业素养，对我是专业的，平时一般不会犯这种和雇主发任何形式肢体接触的低级错误，哪怕是意外也不行。专业。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跟专业匹配？你干嘛？不是专业的吗？这点距离就怕了？你别以为你有钱雇佣我打官司就可以随随便便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可卖艺不卖身的。官司？卖艺？裴总，那是晨光律所派来跟进案子的云朵小姐。你说她是谁？晨光律所派出过来的案件跟进律师云朵小姐，负责您那桩100亿商业合同诉讼案。就你。裴总你好，晨光律所实习律师云朵，接下来将由我全程跟进。等等，你是离婚律师？是。100亿的商业案，派一个实习期的离婚律师跟进，你们律所是不是不想干？5万奖金，5万奖金，5万奖金，5万奖金！裴总，我虽然是离婚部出身，但商业合同纠纷的核心是证据链和逻辑推演。你接了几个商业案？啊？看来一个都没有。你知道这桩案子涉及的金额是多少吗？100亿。你实习工资多少？3500。3500的实习律师来打100亿的官司，你告诉我，你这叫什么？这
叫性价比。5万奖金面前，甲方爸爸的冷脸算什么？那可是我通往财富自由的垫脚石。哟，今天倒是热闹。这个倒是挺别致的，怪不得之前给你挑的你都不喜欢，原来你喜欢这种清汤寡水型的。我清汤寡水？我这是职场简约风好吗？穿得像个红酒瓶塞子就有资格点评我了。两军交战，怎么还无伤路人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既然刚才那场已经结束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该聊聊家事了？只是外人在场，有些话不太方便说。雨川，你说呢？离婚火拼我在行，后门冷战我可不行啊！我不应该在这里，我应该钻缝里。等一下，这气氛不对劲。据我经验，这个坐姿、这个眼神、这个阴阳怪气的语气，和那些跑来律所当众揭丈夫老底、找茬谋利益的女士如出一辙。我的甲方，我来守护。这位大妈您好，我是晨光律所指派的专项律师。根据《律师行业管理办法》第43条，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属于保密范围，涉及案件细节不便向第三方披露。你叫我什么？大妈呀，您看起来40出头，我叫您一声姐姐好像也不太合适，容易显得我刻意近乎，对吧？小姑娘，我建议你搞清楚自己在跟谁说话。我可是裴家主母，裴玉川他。继母。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至第1072条，继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相关规定，但这份规定主要针对抚养赡养义务，不涉及商业委托事务的知情权。所以大妈，我确实不能跟您细聊。5万块，5万块！我刚才那段法条背诵至少值500。5000！你这是在教我做事？没听见？听见了就先走吧。毕竟这可不是老宅，谁是这个外人，显而易见吧。你行，我不多说。不过奶奶说了，老宅周6家宴，你爸爸也会在。一家人总该坐下来吃顿饭吧。小姑娘，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能站住脚，裴家的门不是年轻漂亮就能跨进来的。聪明的话，趁早想清楚自己什么身份。姿色？他以为我是被包养的？我堂堂一个实习律师，虽然只有3500的工资，但是我是正经拿名片的那种，好吗？裴总，你刚才怎么不解释？他以为我是……解释什么？你刚才那通民法典背得挺顺的，你接手案子的事，我会考虑。裴总，你眼光真好，真的。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背法条快，跑腿快，挨骂不还嘴。您放心把案子交给我，我一定包你满意。你这态度转变是不是太快了点？这叫职业素养，对雇主的认可要第一时间给予正向反馈。我们实习律师培训第一课就教了这个。100亿大案，5万奖金，我来了！顾明宇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个时间不要打电话，万一被别人看到。急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不也没被发现？别说电话，就是说私情也没人会怀疑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那小子最近有没有什么动作？裴氏那桩案子，他是不是在查到了什么？他在查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那案子牵扯到的人，他一个都动不了。
裴总，这次家宴该怎么处理？要不要重新雇一个女伴带回去交差？郑红，我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，肯定是有人陷害我。玉川他还小，我不能走。把少爷带上楼。乖，别哭了，以后阿姨照顾你。不用找了。周六家宴，你跟我去。我去你家实习？不是实习，是去唱一出戏。裴总，陪同出席私人社交场合，这属于案外服务范围，是另外的价钱。好的，裴总，几点？穿什么？要不要提前背台词？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？知心律师、哑巴花瓶，还是专门怼人的毒舌亲戚？我都可以，全能型选手。不用，就你刚才那样，挺好。裴总，贴卡密码多少250。250？你是不是在羞辱我？你也可以选择不用。谢谢裴总，250，好记，吉利。没事，我会亲手把你们欠的一笔一笔全部讨回来。就从这场家宴开始。我天，有钱人吃顿饭的餐具比我衣柜里的衣服还多。太丢面了，这鸿门宴为啥不能先上菜啊？玉川啊，今天这顿饭除了你带回来的这位朋友，在座的还有几位客人。李家的小女儿刚从英国读法律回来，周家的千金现在是家族企业投资总监，还有林家那个大孙女学的是金融管理。你们年轻人等会儿可以多聊聊，你说呢，一川？奶奶，我带了人来。我知道啊，既然带了朋友来，那就多认识几个人嘛。年轻人交朋友不嫌多。对啊，一川，来都来了，云小姐，你也别拘束，先吃菜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这什么神仙味道？我前25年喝的都是刷锅水吗？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？冷静，云朵，冷静。你是来打官司的，不是来吃席的。我就尝一口，就一口。职业素养，顾全大局。一川最近公司那边事情多吧？我听说那桩合同纠纷，对方来头不小，你一个人扛着也辛苦。要是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帮衬着，我也放心些。裴总要是需要法务支持的话，我在英国读的就是国际商处仲裁，可以帮忙。不用，我这边已经有律师了。律师是律师，家里是家里，还是那句话，多认识几个人总没坏处。云小姐，你说呢？对，多认识好，认识好。奶奶，你安排了这么多人，无非是想让我坐下来好吃顿饭。行，但这顿饭怎么吃，我说了算。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云朵。什么？水？哎，那是我的红酒。慢点吃，不着急。
释清楚，什么叫我女朋友？我们明明说好的是演戏，是唱一出戏，你剧本改了，你怎么不通知我？剧本没改，即兴发挥而已。即兴发挥？你当这是话剧舞台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说完，他们恨不得用眼神把我钉墙上当标本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应该马上回去澄清，说你是开玩笑的，说我们是假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云朵未来可是要做大律师的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别想让我为了奖金出卖身体。哼！奖金不行，那这个呢？我就知道你个浓眉大眼的准没安好心。虽然我的确有点姿色，但我是不会跟你签包养合同的，这是违法的。这是签好的委托协议，你看看。我不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案子我不接了，5万奖金我不要了，你找别人吧。10万，每周。你说什么？10万周薪加女友，演戏期间的所有餐饮、交通、置装费用另算。你只需要配合我出席必要的家庭场合，对外维持关系，不涉及任何实质性亲密接触。10万1周，1个月就是40万，4个月就是160万。条款你，或者我让法务部出，你可以加任何你认为需要的保护性条款，比如明确肢体接触范围、提前通知义务、违约责任。你是律师，你比我懂。10万块1周真大！死嘴别笑啊，冷静冷静，这可能是现成，不会掉馅饼。可10万块1周的馅饼是真的。第一，合同我自己拟；第二，条款要明确，牵手可以，拥抱仅限于公共场合，且不超过3秒，任何形式的亲吻一律禁止。第三，违约金，如果你单方面在公开场合做出超出合同约定的亲密行为，导致我方名誉受损，你得赔。可以。第四，每周薪资预付50%尾款周结。第五，我保留随时终止合同的权利。当然，如果是我主动终止，预付款我会退。预付款不用退，你终止，预付款算你白赚；我终止，赔你3倍周薪，不算特殊有待。什么断了？哦，原来是我的原则。这张卡额度不限，置装、出行、维护身份所需的一切开销从这里算在合同之外，不抵扣周薪。额度不限是几个意思？字面意思。不是贪财，纯粹乐于助人。裴总，你放心，我云朵这个人别的不行，但收了钱一定办事。你让我扮演什么角色，我就扮演什么角色。温柔贤惠的，牙尖嘴利的，沉默是金的，全能型选手，随叫随到，童叟无欺。营业了，营业了！我是专业的，我是专业的，我是专业的。走吧，裴总，好戏开场了。回来了，坐吧。闹点小脾气正常。云小姐，快坐，别站着。云小姐刚才出去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不回来了呢。听说云小姐是律师，说起来，裴总这案子我也略有耳闻。对方是国际商事背景，法务团队全是长春营出来的。云小姐应对得过来吗？毕竟专业跨度这么大，容易顾此失彼。周小姐说的对，我确实没打过这么大标的商业案，但我打赢过17场离婚调解，见过30多对夫妻在法庭上互相揭短，当着孩子的面抢房产。那种案子考验的不是法条记得多熟，是能不能在最乱的时候替当事人抓住最重要的东西。云小姐口才确实不错，不过说到最重要的东西，裴家的事可不是1、2句漂亮话就能理清的，更别说什么小门小户都来沾边了。玉川从小在裴家长大，吃的用的见的跟普通人不太一样，
有些事外人看得再清楚，也不如自家人了解的深。阿姨，您说的对，裴家的事我确实了解的不够深，但有一点我知道，裴玉川在裴家长大的这20几年，是谁在他身边？他这是在护着我。小姑娘，你说这些是来替玉川鸣不平的，还是来告诉我们裴家过去20几年亏待了他？奶奶，我不是来翻旧账的，我是来告诉在座各位，他有人了。他的习惯有人记着，他的难处有人接着，所以各位也不必再费心为难了。他没空，他排满了。玉川，你自己说，云小姐一个人在这儿替你做主，你怎么看？他说的每一句话，我认。他替我做的主，我接。以后我的事，我们一起扛。玉川，你糊涂啊！我听明白了，在座各位的意思无非是我不够格，家世不够厚，学历不够亮，站在裴玉川身边不够好看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们给他挑的那些人，哪一个在今天之前见过他？不过也就是因为他姓裴罢了。你们只看他的身份，他的资产，他背后那块裴家的招牌。但我跟他站在一起，我看的是他这个人，裴玉川这个人。从今往后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谁都别想再往他身边塞人，拿裴家的规矩压他，除非先过了我这关。需要帮你点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开什么玩笑？让甲方大爸帮我点菜，那我才在宴席上铺垫出的独立干练、人狠话不多、美食不是全崩了吗？我晕头，绝对不能让他觉得我不值那个价。鹅肝 free grass 我认识，剩下的这些都是什么？这怎么做到每个英文字母我都认识，连在一起就不熟了？因为那不是英文，是法文。他在看我笑话，不行，稳住！我才不用你提醒，不就是法文吗？还能拦得住我？这个还有这个。好的，小姐，确定只需要这2项吗？不需要搭配其他餐品？不用，就这2个。我今晚胃口不大。我刚才点的什么？你不是说区区法文拦不住你吗？切，我就是考考你，不用你告诉我，反正上来了我就知道了。你好，请问我点的菜什么时候上？小姐，您刚才点的是2首钢琴曲《德包桑月光》和《肖邦夜曲》，钢琴师已经为您演奏完毕了。所以我等了这么久，来这儿就听了2首曲子。顾总，拍到了。裴玉川带了个女人，在高级餐厅单独吃饭，举止亲密，看样子不是普通关系。裴家老太太生日宴之前突然冒出来的女人，有点意思。盯紧了，我要知道她是谁，什么来路。裴太太预备役这么快就上线了，看来裴氏的天要变喽。裴正红啊，裴正红，你那儿子倒是比你眼光好，可惜啊，眼光好没用，家业守不守得住，得看拳头硬不硬。20年了，也该轮到我坐那张椅子了。这不是我家，我家楼下是3线跟修车铺，门口绝对没有石狮子。这是我家，从今天开始你住这。别动！虽然我拿了你的钱，但我郑重声明，我只卖艺不卖身。合同里写清楚的，牵手可以，拥抱最多3秒。你休想用一顿饭就把我骗进家门，图谋不轨。我怎么就雇了这么个东西？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虽然是甲方爸爸的工具人，但我也是有底线的工具人。按下不下，客房在2楼左手第1间独立浴室，床单新换。客房？
不然你以为？客房挺好，客房好，宽敞，通风，视野好。还进不进来了？来了。45只羊，46只羊，47只羊，不行了，我这穷人胃果然得吃点劣质碳水，再不找点东西吃，今晚别想睡了。找到了。锅具、餐具、调料瓶、真空包装的意面，这么大个房子，居然没有速食泡面！救命恩人，终于找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搞什么？煮个泡面还要破解密码？这玩意儿不会是声控的吧？煮面。什么味儿？啊！疼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煮面。用我80万的嵌入式电磁炉和纯金的锅。什么？80万？纯金？纯金导热，还有那口锅，法国手工锻造铜锅，3万2。云朵！你能不能先把这个关了再骂？关不了，物业总控得打电话。那你倒是打呀！别慌，我们是物业安保，接到火警信号，马上进行紧急处置。2位业主请退后，让我们来。不是火灾，等一下！报告，明火已完全扑灭，业主安全。谁让你拿灭火器喷我的？业主先生，这是紧急火情处置流程，哪只眼睛看到火了？这是咱们公司的新业务实验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说正事。哦，对，正事。裴总，我刚才接到老宅那边的消息，夫人带着老夫人正往这边来，车已经到小区门口了，最多3分钟就到。现在，业主先生，物业服务电话24小时畅通。裴总，现在我们来不及收拾了。小王，你现在点外卖，先给我点个外卖。这时候你想的是外卖？我饿了，大半夜，泡面没吃上，被水浇了，被粉喷了，一会儿还要硬扛你继母的印的阴阳怪气，不给我吃点东西我顶不住的，这算加班，没跟你要3倍工资就不错了。他点，5分钟送到，待会儿给您送来。好秘书，能处。哟，大晚上这么热闹啊！这屋子是遭了轰炸还是怎的？妈，您别担心，年轻人嘛，半夜折腾点动静也正常。只是有些人不熟悉这种房子，什么都敢碰，闹出笑话也不奇怪。玉川啊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这位云小姐，你到底了解多少？才认识几天就带回家住，半夜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要传出去，裴家的脸面往哪搁？我家里的事不需要你操心。我是不操心，可奶奶操心呀。你说说，这大半夜的让奶奶看见这场面，合适吗？到底是小门小户，玉川找什么样的人？原本我不该多嘴，但裴家到底是有规矩的人家。说起来，云小姐这出身倒是跟玉川她生母有些像，
也是小门小户上来，当初进门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。后来呢，手脚不干净的事儿闹出来，整个裴家跟着蒙羞。妈，您说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易川，有些教训上一辈吃过了，下一辈就别再吃了。挑人要看底子，底子不清白的人走得再近一点。阿姨，您刚才说的手脚不干净，有证据吗？这是裴家的家事，没有证据的话叫诽谤，有证据的话拿出来，我替您走法律程序。您当着裴玉川的面提他已经过世的母亲往他身上泼脏水，就为了挤兑我一个蹭饭的，您觉得这合适吗？够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敢在我裴家撒野？奶奶，您觉得我在撒野，但那个真相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您心疼的到底是东西丢了，还是借丢东西的由头把人赶走这件事？从头到尾就经不起查。妈，这么多年，唯一一个敢在明面上替你委屈的，居然是一个连你面都没见过的小姑娘。小姑娘，你知道你刚才在说谁吗？知道，裴玉川的继母，裴家的太太。但在我这儿，谁说话都得讲理，讲理的人我敬着，不讲理还往死人身上泼脏水的，我谁的面子都不会给。我在乎的，从始至终都只有裴玉川一个人。他在乎我？你一个外人，倒教训起裴家的长辈来了。玉川，你就不管管？在我家，还轮不到用裴家的规矩来压人。他能做什么，我说了算。不用问他，他管不管我，跟我刚才说的话没关系。我说那番话是因为我听了不舒服，跟他没有关系。虽然确实是因为收了他的钱，签了合同，住在他家才听见这些的，但气势不能输。小姑娘胆子不小，不过胆子大不代表路走得远。裴家的事不是你一个20出头的丫头片子能翻盘的。奶奶，我没想翻盘，我就是想告诉您，您那个儿媳妇当着您的面说先头太太的坏话，您没拦着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外人笑话的不是我，是裴家自己。夜深了，回吧。妈，可是我说回吧。小姑娘别太得意，裴家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，你站不稳的。我实习期在律所调解室，天天被人泼水，到现在还活着呢。您放心，我水性好，淹不死。你，婉之，以后少往易川那边跑，大半夜的闹得不好看。妈说的是，我也是怕他年轻，被外面的人骗了。行了，他比你精。哟，这不是裴太太吗？不是说晚上不能联系吗？这么晚想我了？别贫，玉川身边那个女人今天在闹了一出，老太太竟然没翻脸。他们要是结了婚拿了股份，就凭裴正红那个怂样，我在裴家就彻底说不上话了。不等了，再拖下去，这盘棋就真没我们下的份儿。等你这句话等了20年了。放心，棋子已经摆好了，就差你这颗落下去了。吵了大半天，饭都凉了。资本吵架，穷人遭殃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说话？我就是觉得他那句话说的太难听了。你妈妈都不在了，他要拿这个戳你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？裴玉川好像从来没露出过这种表情，怪让人心疼的。什么？这种有钱人？云朵，你清醒一点，他手上一张卡顶你10年工资。当然，主要也是因为甲方爸爸给太多了，不帮您说话，我这钱拿得心去。原来只是这样，也是。早点睡。我说错话了吗？啊，好痛！原来是良心。个、10、100、千、万、10万！啊！我爱有钱人！裴总，
您上周投的那个太平洋海水断化指引项目，开采冰山的时候发现稀有化石，对方今早发来喜报，净赚3倍。什么？还有您买的那个夕阳产业股票组合，就是您说的哪只绿的发上买哪只，今天全线飘红，翻了4倍。那家濒临破产的煤矿厂，您追加投资之后，底下挖出了稀有金属矿。我投他们，是让他们亏的，但他们都赚了。原本的计划是投资那些看起来必亏无疑的产业，迅速消耗裴氏集团的现金流，让账面上好看但实际亏损的项目拖垮集团，再借机推动资产宗主，把话语权从裴正红和奶奶手里一点一点抽走。结果我投的每一笔钱都像被施了财神咒一样翻着倍的往回涌。我是不是被诅咒了？第一次差了30，第二次多了2000，这回怎么会差了20万？第4次，再来一遍。加错了，第3行数字是7位数，你按成了6位数。好紧，好紧，好紧！你怎么知道？你偷看我算数了？他算数这么差，让他负责这个案子，大概率会输。输掉这桩100亿商业案，裴氏的资金链就会崩。如果再让他负责投资，你笑什么？我算错数字很好笑吗？没有，你算得很好。我哪儿算得好了？我刚才算错20万。我之所以只能当离婚部的律师，就是因为我经手的所有账都算不明白。江湖人称糊涂废物。我说好，就是好。或许在别人眼里你是废物，但在我眼里，你就是吉祥物。小王，把100亿案的全部卷宗送到我这里来，原件。还有股市所有冒绿豆的夕阳股都整理出来。全都整理出？裴总这是要给谁啊？给我们的吉祥物。他刚才不是嫌我数学差吗？怎么忽然又夸我了？而且那眼神怎么感觉像捡到了钱？不对，像捡到了支票一样。难道我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我的佛洛了？顾总查到了，裴玉川那桩100亿修分案的代理律师就是这个女人，叫云朵，晨光律所实习期律师，主攻离婚方向。就是他，哼，一个离婚实习律师，打100亿官司。裴玉川这是嫌钱多，还是存心不想赢？需要动手吗？他那边有我们的人可以。动，当然要动，但不是现在。先让他觉得自己能赢，等他把全部筹码压上去的时候，再一把抽走。输得越惨，裴玉川那边的反应越好看。那个老东西到死都不肯认我。没关系，他留给裴正红的一切，我会亲手一样一样拿回来。裴家的家谱上写没写我的名字不要紧，等我把整本家谱都换了，落款是谁，我说了算。裴家欠我的，我一样一样都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怎么都看着我？难道是上衣扣子忘扣了？裙子也穿好了，脸上没沾蟹壳，没问题啊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云大律师吗？听说最近住进裴总家了。实习期转正靠案子还是靠枕头啊？人家那是业务能力强，你懂什么？强到能把甲方爸爸请回家亲自指导业务呢。我负责的案子，什么时候轮到向你们汇报细节了？再说了，当时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被推到我身上？不就是因为你们不敢接吗？ You can you go, no can no bb， 懂？请哪位是云朵小姐？云朵小姐，这是裴先生在我们订的玫瑰，未来1个月每天10点，您注意签收。这是裴总送的，每天10点，这也太……哎呦，云朵，你看看你，裴总对你可真好。我们刚才开玩笑呢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对，我们就是羡慕你业务能力太强了，真的，那案子你肯定能赢。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钱还不够多。云朵，老板找。
营业了，营业了！我可是连裴家老太太都怼过的女人，老板算什么？老板，您找我？你知道这份投诉是谁递给我的吗？老板，这份投诉没有盖章，没有落款日期，连投诉人署名都是财务部这种统称。按照律所内部流程，这种来路不明的投诉应该先核实身份再处理吧。实习期就跟客户搞出这种投诉，云朵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有人想让我从这个案子里滚出去。你倒是不慌。慌有什么用？我要是真有问题，您直接把我开了就行。但这份投诉函落款是裴氏财务部，老板，您比我清楚，裴氏的财务部归谁管？老板，您约的贵客到了，人已经在会客室候着。行了，你先出去。投诉的事我会查，但这段期间你手头的案子暂时封存，别碰。封存？让我别碰！这个案子如果停了，裴宇川那边怎么办？案件事小，事关事大啊！那张侧脸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裴家宴席上没见过，律所客户档案里也没见过，但那个侧脸是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。你趴在办公室门口，是在拍什么？你管我拍什么？你先放开我的手！你不是应该在裴氏大楼里当你的霸道总裁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律所？做戏要做全，当然是来接你了。倒是你，鬼鬼祟祟在门外偷拍，被抓住是要被开除的。作为你的雇主，有义务监督你的职业行为。你刚才全看见了？差不多。我这是为了保护案件证据，我怀疑刚才进去那个人跟案子有关系。你身为甲方，不应该表扬我吗？你认出来是谁了？没看清正脸，但侧脸我有印象。是谁在外面？裴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女朋友在这上班，我来接她下班，有问题吗？没，当然没问题。云朵，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。老板，我这不是怕影响工作吗？演得还行。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再搭肩膀？下次再说。死心别跳了！工作上老板和军训爱交枪有什么区别？老板说封存卷宗，可没说不让我自己查。裴氏财务部的投诉函落款日期是上周3，那天裴玉川还没签委托协议呢，时间对不上，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那不是书房吗？这么晚了还亮着灯。妈，快了，等事情结束，裴家欠你的公道，我一件一件替你要回来。谁？啊，我迷路了。对，你家走廊太长了，我本来要去厨房倒水喝，转来转去就走到了这儿。你刚才看见了？没，真的，我这个人天生近视加色光，3米之外人畜不分。刚才光擦了，啥也没看清。我发誓，我云朵如果真的看见了什么不该看到的，这辈子当不了大律师。
你这誓发的够狠的。那当然，我对自己要求很严的，不该看的绝对不看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，不该说的绝对不会到处说。你嘴倒是挺严。那当然，我云朵的保密能力可是经过律所多年锤炼的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裴总，慈善晚宴的邀请函到了。明晚主办方要求协办出席，这次晚宴还要联系之前的女伴吗？不用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云朵小姐，我，就是需要一个小小改造。这些都是给我试的。是的，云小姐，裴总交代了，今晚的慈善晚宴，您需要一件压得住场的礼服。那也不用这么多吧，这都够开个服装店了。选到我满意为止，开始吧。换，这件。怎么也不行？就这件。都这个点了，裴总还没到，该不会是被什么事儿绊住了吧？可能吧，毕竟身边带着个门都摸不清的小姑娘，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总得花点时间适应。就是不知道适应得了适应不了，别到时候连门都进不来。也是难为玉川了，好好的一个人被那样的人绊住了脚，到底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毕竟不是谁都能撑得起这种场面。裴太太是在说我吗？那是那天在老宅饭桌上那个土包子实习律师。哼，不过是换了身衣服罢了。裴家请的造型师，哪怕往假人身上套，也能套出几分样子。裴太太说的对，造型师确实厉害。不过，要是没人盯着看，也不会有人特意费心去评价，对吧？自己的事儿都管不过来，就别替别人操心了。多关心关心自己吧。你们，各位来宾，感谢大家今晚莅临。现在我宣布，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我刚才那句话值多少奖金？再加5万。你们有钱人的慈善起拍价就是我10年的工资。等会要是看上什么了，举牌就行。不，我举不起，我心脏不好。云小姐今天穿的真好看，不过听说这场拍卖会的东西都是要现场竞价的。云小姐刚工作不久吧，要是看上了什么，可千万别勉强。忍，为了10万周薪人，为了5万奖金人。恭喜李家小姐以190万的价格拍下当代油画。最后一件拍品，南非鸽血红宝石项链，起拍价80万。80万，就这一颗石头。喜欢？不，我就是换算了一下，这够我吃多少顿肉蟹堡？85万，85万，李小姐出价85万。云小姐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应该还没见识过这样的拍品吧？没关系，多见见世面就好了。毕竟有些东西不是穿一身好衣服就能配得上。100万，200万。
200万一次，200万2次，500万，600万，610万，700万，710万，你800万！你兜里那张卡，额度不限。810万，850万，850万一次，850万2次。李家小姐真是慷慨，这串项链跟您今天的礼服很配，我就不跟您抢了。你诈我！850万成交，恭喜李小姐！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很得意？得意算不上，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有些人花了850万买一条项链，不是为了戴，是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他买不起。裴太太，您说这算不算花钱买罪受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我没有阴阳怪气，我是真心恭喜你。850万的歌雪红配李小姐今天的裙子，确实很合适。就是不知道刷卡的时候心不心疼。小姑娘，嘴皮子厉害没用。裴家的门不是靠耍小聪明就能站稳。今晚你赢了面子，但面子这东西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裴太太说的对，所以我一向只赢里子，面子留给需要的人。聊完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明天还有早会。裴太太，李小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项链记得好好保管，850万呢，别磕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说的太狠了？你问的是哪一句？刷卡心疼吗？还是面子留给需要的人？都。说的挺好的，下次可以再狠一点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裴总，裴氏股价今早开盘涨了8%，财经频道已经把昨晚慈善晚间的新闻剪成专题了，标题是“惊，裴氏总裁携神秘女友高调亮相，强势护妻，歌血红竞拍成全场焦点”。又是这样，误打误撞啊！云朵啊，你最近这个案子的舆论热度太高了，对律所来说是把双刃剑。我看你最近也累了，要不先调去档案室整理10年卷宗，沉淀沉淀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继续跟案子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是裴氏的案子？我会安排别的复合人接手，你放心，不会耽误事儿。换我的律师，不需要问我一句，还是说你们觉得动我的人不用跟我交代？裴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是律所内部人员调配。他是我案件唯一代理人，明天他要是没坐回主桌，贵所我集团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。云朵，你刚回来肯定渴了吧？我帮你倒了杯咖啡，你爱喝拿铁对吧？云朵，之前那个案子的材料我帮你理好了，你要不要现在看看？要是真是金钱使人变脸，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。愣着干什么？走了。谢谢你啊。就只是口头感谢。那你要我怎么感谢？你说呢？他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？不行，云朵你冷静，这是电梯，是公共场合。裴总，你要我怎么感谢你？
闭眼问我。想多了，公关费，这事记得从你工资里扣。裴玉川，太尴尬了，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。裴氏集团10年前的海外子公司，注册地是开曼群岛，法人代表签的是英文名，但附件的签字页笔记跟裴正豪的字对得上。这家子公司3年后注销，注销前有一笔2000万的资金流向，查不到最终收款方。他查出来的每一笔问题资金，都会成为我推倒裴氏的证据。等案子结束，裴正红会栽，奶奶也无法自保，整个裴氏会崩盘。只是他知道会怎么想我。裴总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这家公司的资料是你之前让小王整理的吧？你知不知道这笔钱去哪儿了？你说，如果一个人为了报复，把整个家族产业都拖垮，值得吗？不值。你想想啊，一栋楼不管多高，拆它是几分钟的事儿，可盖它用了多少年？一个公司融入了多少人的心血，多少个家庭指着它吃饭，说要搞垮就搞垮，那些人怎么办？这也太自私了。说是复仇，其实就是撒气。这和爱扯女孩头绳的小学生有什么区别？纯粹就是幼稚。退一万步讲，因为报复搞垮公司，那不就证明在一开始就没打算直面那些恶人，只是躲在复仇的遮皱布后面绕了这么一大圈。说到底，就是没担当。那要怎么做？把整栋楼洗一遍，从上到下，把蛀虫一条一条清出去。这还差不多，搞垮多粗暴啊！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看着你把它越做越好，这才叫复仇。你说的对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离婚部最能杠的实习律师，逻辑推演这一块我可是专业的。等等，裴宇川，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不是随便问问的吧？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不是随便问问的吧？你想多了，随手翻到一篇商业评论，写家族企业内斗的，随便问问你看法，你倒是挺会代入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要搞什么大动作呢。不过你下次可别这么问，我容易当真的。回了裴家还得从长计议，至少现在不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豪门之间是不是都不太兴一家人那套？就光这几次见面下来，你爸全程没正眼看过你一下，你继母就更不用说了，说话带刺都算客气的，那气氛比我们律所调解室还窒息。我妈是在我7岁那年被赶出裴家的，说偷东西，没有证据，但所有人都信了。她被2个佣人架着拖出大门，我躲在楼梯拐角，看见她回头想找我，被捂住了嘴。后来徐婉之进了门，在所有人面前她对我很好，但关起门来又是另一回事。他打你了？云朵，您说，您继续说。当然不是，更聪明。他把地下室的灯关掉，让我一个人坐在里面反省，一关就是1整天。有一次他们忘了，第2天早上才想起来。管家来开门的时候，我已经靠在酒架旁边晕过去了。裴宇川，怎么？以后你不会再一个人了，我陪你。上一次有人这样握住我的手是多久之前了？久到我都以为早就忘了被人握着是什么感觉。云朵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说这种话会让人当真的。当真就当真的呗，反正我又不怕你。我云朵说到做到。
里最好有10万伙计，到下一秒不处理，公司就倒闭的及时。裴总不好了，顾明宇秘密搜集股份已经成为裴氏第2大股东，刚刚紧急通知，明早就要召开股东大会。各位，裴氏过去3年利润率逐年下滑，海外子公司连续亏损，而我们的总裁先生把精力都花在了别处。据我所知，裴总最近把100亿商业案全交给一个实习期的离婚律师处理，这不算什么秘密吧？各位，一个连职业证都没拿到的姑娘，替我们管着整家集团的命脉，你们放心吗？顾总说的有道理，100亿案关系到集团资金链，怎么能交给一个外行？裴总是不是被什么人冲昏头了？这种时候，感情用事是大忌。我是替在座各位着急，钱是我们大家的，总不能看着他往水里扔，对吧？今天这么热闹，怎么没人通知我这个最大股东？各位既然对我的用人有意见，不如当面说，我听着。裴总言重了，我只是替大家把心里话摆到台面上来。石石律师离婚方向100亿大案，这3个词放在一起，您觉得合适吗？一个事关公司命运的大案，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人，看来裴总也没有多重视裴氏嘛。顾总开口闭口外人外好，但说到外人这个词，我倒是想提醒各位一句，顾先生现如今能坐在裴氏集团的会议桌上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老爷子临终前那份没来得及公证的遗嘱，和一笔没人能说清来路的股份转让。说到底，顾总你坐在这张桌上，也不过是因为沾了裴家一半的血统，但你别忘了，你姓顾，不姓裴。想必在座各位心里应该都有数，谁才是那个外人？你说对吧，小叔？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这案子在他接手之前，我找过4家头部律所，没有1家敢接。可他接了，一个人用了2周时间，把对方10年账目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揪出3笔关联交易，其中1笔的收款方跟顾总您名下的一家公司注册地址一致。各位想听听这笔账的详细吗？顾总，这笔账怎么解释？裴总这是拿我做靶子，替女朋友转移视线呢。各位，这恰恰证明了我的担心，他已经被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了，连我都能拿来当靶子使。看来顾总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只是希望过段时间顾总还能这么自信。云朵是我的人，有问题我担。如果再让我听到有人拿这事做文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问题吗？既然没有，散会。简直欺人太甚！最后再让你们蹦跶几天，裴玉川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来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！经典豪门支票剧情。云小姐，开门见山，你开个价，离开玉川。的人，贫穷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
钱！谁稀罕你的臭钱？谁稀罕你的臭钱？小姐姐不丑，不丑啊！你清醒一点！你知道那张支票上写的是多少吗？不想知道。700万啊！我的700万！云朵，你是干大事的人，你是干大事的人，起码得800万再考虑啊！既然如此，我换个方式问你，你图的什么？图他的地位，还是图他的权利？我图他这个人。他会在半夜一个人对着他妈妈的照片发呆，会把地下室的灯修得比所有房间都亮。他嘴上什么都不说，但心里比谁都想要一个家。裴老夫人，我图的从来只是他，和他是谁，有多少钱无关。茶凉了，你走吧。700万！我这辈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700万？嘴硬心软，倒是个有意思的丫头。老夫人，告诉玉川，明天家宴，把那丫头也带上吧。玉川啊，我听说你带了个实习律师回来，这裴家的家宴什么时候什么人都能上啊？就是，我们裴家往上数3代，哪一房娶的不是门当户对的？这要传出去，说裴家少爷找了个普通人家的丫头，我们这些老脸往哪儿搁？也不是说人家姑娘不好，就是这身份差太多了。以后进了门，亲戚之间走动，规矩不懂，场面撑不住，多尴尬。说完了，您上个月从集团支的那笔装修款走了哪条账目？要我念给您听吗？您先解释清楚，为什么装修队开的发票条腿是您女婿的公司？一川，长辈们也是关心你。云小姐确实优秀，但裴家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有些规矩不能破，你说是不是？云小姐不会用西餐刀叉吧？也是，平时应该没怎么用过。拜托，神户牛肉没吃过，我还没去过萨利亚吗？再说了，阿姨，裴家家宴吃的是中餐，我用筷子用的挺好的。倒是您，咱们吃中餐，您面前那3副刀叉是打算给谁用的？一大桌子人，吵什么吵？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说身子不舒服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有些人怕是连客和主都分不清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这是哪儿，什么人都能进。我说的是你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我请个人来家里吃饭，还要先跟你们报备？家的规矩，我还没开口撵人，谁替我做的主？郑红，你说句话呀！妈，婉芝也是关心家里的事，您别……老公，你说句话啊！来了来了，传说中的缺位式父亲，平时不说话，一说话就站错队。以前没人给我撑腰，我都怼得他们哑口无言。今天连老太太都站我这边，我还怕你？裴叔叔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阿姨关心家里事，关心到当众编排先头太太的是非，这叫关心；关心到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说我图钱，这叫关心。您要是觉得这叫关心，那您对关心这个词的理解，可能跟我9年义务教育学的不太一样。真是作孽呀！怎么又惹到这个炮仗了？再说了，您平时不怎么开口，一开口就是站台，这让我想起我们律所那些离婚案的当事人，平时对孩子不管不问，一到分割财产的时候突然父爱如山了。不过裴叔叔，您这如山的频率是不是稍微低了点儿？
而且我说句实在话啊，裴叔叔，您这辈子总共就开过几次口替人说话，但老婆倒是没少找哈。您这一开口分量确实挺重的，就是方向错了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我这是职业病，裴叔叔您多担待，毕竟我是离婚部的，见惯了那种平时不出现，一出现就拆台的家属。您这属于典型症状。对得漂亮，哪儿找来的这么个媳妇儿？这块对，右下角接上，缺的这一块只能脑补了。还在拼？那当然，700万呢，我这辈子能跟700万离得最近的一次，不能就这么散了。裴玉川，你说这玩意儿拼好了能去银行兑吗？就像人民币，撕碎了粘好，照样能用。你想去兑？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万一哪天我走了，好歹留个念想，证明我云朵这辈子也被人用700万砸过。既然这么舍不得，当时为什么要撕？因为奶奶说拿了这张支票就要离开你，我总不能真的离开你吧？再说了，收了支票就跑，这不符合我的职业操守。我云朵虽然贪财，但职业道德还是有一点的。他说不想走，不是舍不得钱，是舍不得我。云朵，那张支票你拼好了也对不了，银行不认拼贴票。什么？那我拼了这么久，好急好急好急！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700万，裴玉川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奶奶又给了你一张，你们裴家的支票是批发的吗？看在你表现好的份上，给你的奖金。是真的吗？不是假的吧？能对吗？要不要验钞机照一下？我爱有钱人！啦啦啦啦，700万，我的700万。今天裴总心情好像很好，嘴角竟然是平的，比平时高了2个像素点。上周3他进电梯的时候，方圆5米空气都是动的，今天居然没皱眉。裴总，下午好。他刚才是不是对我笑了？天要下红雨了，赶紧把上周那份被退的预算案再递一次。说，裴总，云朵小姐她在会所玩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来，敬我云朵，敬700万，敬700万，敬有钱人的生活。姐姐今晚开心就好。姐姐酒量真好，再来一瓶。云小姐，差不多得了，咱别喝了吧。你别扒了我。这是小王特地为庆祝我成为有钱人给我的点的，8万8一瓶呢！我是看你说刚成为有钱人，想要狠狠消费，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才带你来裴氏的会所，谁知道你一来就点一排男模。姐姐你别听他的，我们陪你喝。
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认识一个人，他比你帅多了，真的。姐姐，您说的那个人有我帅吗？不行，眼睛不够大，鼻子不够挺，下巴也不够尖。没事儿，家花哪有野花香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你要跟谁不醉不归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是来接人的。裴总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等得好苦啊！咦，这位帅哥，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不对。裴宇川，你怎么又在我脑子里出现了？云朵，我经常出现在你脑子里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再点2个男模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我带你回家。那你背我。不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吗？不背。去哪儿？你不是不背我吗？谁说我要背了？我就知道不会让我走的。今晚这桌的消费记我账上。弥漫的烟散不出，留在房间。裴总，等等我！到了，松手。不松。地震了，这灯怎么老晃？好热，暖气开太足了。平时穿的都是宽松的衬衫，居然没发现，你还挺有料。别乱动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你别走。裴玉川，怎么？你嘴巴长得真好亲。这下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走了。晚安。裴总，这是上周的文件，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。没事。那个小王，我问你点事儿。您说。假如，我是说假如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最近发现自己好像对一个人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，以前只是觉得他挺有意思，现在好像不只是有意思。他想知道这种情况通常怎么办？裴总，您这种情况，我说了是我朋友，不是我。啊，对对对，您朋友。你随身带着这个，裴总，
作为一名优秀的一线工作者，我是您和云小姐的头号 CP 粉啊，不，头号秘书，这些都属于随时为领导分忧的工作范畴。接下来，我将向您展示从小到大撮获同桌和前桌，同时和发小、亲戚和朋友百试百行的军师秘籍。Plan A， 吃醋刺激法。什么？吃饭？那可不行，我晚上有约了，要和周小姐去那家情侣餐厅吃饭。对啊，我们是在接触中，有好消息告诉你。裴总，你最近压力这么大的吗？都人格分裂了。哼，想不到啊，我也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既然如此，下一个 Plan B 砸钱浪漫法。裴总，车我都安排好了，蓝白配色的迈巴赫，全球限量3台。别说是网约车了，就算在豪车堆里也是独一份的。我特意让司机绕了3条街再开过来，保证云小姐一眼就能被镇住。谢谢师傅，您这车坐着真舒服，比普通网约车服务到位多了。改天还约您车，能不能给个优惠券？小姐，这是迈巴赫。我就算读书少，这哪是迈巴赫啊？这不是奔驰吗？迈巴赫就是奔驰。哇，今晚还送花，这是哪家餐厅的迎宾服务？这么高级，裴总你选的地方真不错，就是这花颜色有点土。这是我今早让人从意大利空运的。那谢谢裴总，挺好看的。您是说我天衣无缝百试百灵的追人妙招居然双双落败？我就不该相信你个母胎单身。裴总，既然前2套方案均已失败，那么现在我只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。说，王室终极求偶法则，卖惨，深夜促膝长谈，聊原生家庭，聊人生哲理。女性在这种情境下最容易产生共情和保护欲。您只需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把她叫到客厅，灯光调暗，倒2杯红酒，然后徐徐道来您童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脆弱时刻。我7岁那年，我妈被赶出裴家，我躲在楼梯拐角看着她的背影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明明有人在哭，但整栋房子安静的让人害怕。我当时王秘书，你被开除了。客卧热水器暂时关掉。裴玉川，你家热水器坏了，我刚打上泡沫就没水了，冻死我了。是吗？主卧浴室有热水，你先用我的。看来最后还得我自己出手。失身诱惑，这哪个正经女人能顶得住啊？他一定是在勾引我，太犯规了！我的老腰。我洗澡去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
裴玉川。这是什么？湖南省省服。怎么不穿睡袍？太薄了，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都不怕冷？空调开到24度，骨头缝里全是凉气，我膝盖现在都冰冰凉。我们中国小孩关节和肚子不能受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姥姥说了，膝盖进风，姥姥要得风湿的。你这衬衫留着给你自己穿吧。云朵，你是老天爷专门派来克我的吧？妈，前几天易川为了维护那姑娘，不惜和所有股东作对，这……宇川替他说话，你倒看得仔细。我也是关心她。您想啊，那姑娘什么都摸不清，闹出多少笑话，这要传出去，裴家的脸面……婉之，你觉得易川现在开心吗？我活了70多年，见过裴家2代人。他爷爷在外面养了3个，还带回来那个姓顾的。他爸跟着学的有模有样。玉川从小到大，我没见过他像现在这样对谁上心。那姑娘不懂规矩，可以学，可一个人会不会爱，学不来的。云朵那丫头嘴硬心软，护短护的理直气壮。裴家这么多年，除了他，还有谁在玉川面前替他挡过一句话？妈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裴家出了2代混账东西，总算又出了一个好苗子。你要是真为了裴家好，就别总盯着人家姑娘的错处不放。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想想自己。老太太今天敲打我了，那丫头再待下去，玉川在裴家的地位只会越来越稳。慌什么？他让玉川变好，那就斩掉那个让他变好的人。一个实习律师能翻出什么浪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案子撤换代理人，裴玉川没了这桩案子的抓手，在裴氏就翻不了身。云朵，这位是律协调查组的王组长。我们今天接到10名举报，反映你在尚未取得执业资格的情况下，违规代理100亿级商业案件。按照相关规定，你即日起必须退出裴氏集团所有案件代理工作。举报信，能给我看一眼吗？按照规定，调查期间举报内容不便向被调查人披露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保留申诉权利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如果证明我是清白的，我要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。哎呦，一点小事儿，还劳烦顾总费心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这是你应得的。那替我谢谢顾总了。这下好了，钱还没捂热，活儿没了。听说你被停职了，挺可惜的，我还以为你能撑得久一点呢。裴太太，您特意跑一趟律所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就是来提醒你一句，裴家的门不是靠嘴皮子就能跨进的，你站不稳，有人能让你站得更稳。你聪明的话，趁早自己走，别等到被撵出去，面子不好看。裴太太，您说的对，我确实站不稳，但我走不走，什么时候走，我自己说了算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赖着不走，我也不是那种靠踩别人上位的人，咱们俩不是一路人。你说我们不是一路人，那你知道裴玉川让你负责这个案子，根本不是因为你厉害，而是算准了你会输吗？你说什么？案子输了，裴氏资金链断裂，他才能借机把整个集团连根拔起。你不过是他手里一颗用完就丢的棋子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不信，可以去问他。不过，你敢吗？裴太太，您这招挑拨离间，在我们离婚部见多了。
无非就是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，不信你去问他。我要是真去问了，您这戏才叫唱圆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上这个当。你是不敢问，还是怕问了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只是个棋子？今天回来这么早，律所那边……裴玉川，我有话问你。你说。当初你让我接这个案子，给我10万周薪，让我住进你家，不是因为你觉得我能赢，对不对？是谁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回答我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算准了我会输？100亿案输了，裴氏资金链断裂，你才能动手。我只是你棋盘上一颗用完就可以扔的棋子，对不对？你让我负责这个案子，不是因为相信我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你觉得我绝对做不到，是不是？云朵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你告诉我有多复杂？你说啊！你接这个案子是为了钱，我让你接也是各取所需。我以为你从一开始就清楚，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。从始至终，你真的以为我在乎的只是钱吗？是，我一开始是为了钱，但我后来做了那么多，你一点都看不到吗？云朵，行，反正我们当初说好的1个月合约，今天刚好到期，我赚的钱也够了，够我花半辈子了。我这就拿着存款回老家结婚，我就不赖着不走了。云朵，你要走就走吧。云朵，那个数字你算。人都走了，我这是在干嘛？填多少好呢？填高了没人要，填低了又对不起自己这张嘴。这上一份工作工资也没参考价值啊。裴玉川，你说我这张简历能值多少钱啊？什么毛病？人家都让我都卷铺盖滚蛋了，还叫他的名字。裴总，下午的会改到3点，您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把下午的会推了。下午3点那个是季度预算会，很重要的，推到明天。今天没心情。没心情？工作狂裴总居然会说没心情？不行，我不能看着我的 CP 就这么 BE 了。我磕了50集的 CP， 从第1集开始磕的，比他们自己还早。这要是崩了，我的青春怎么办？看来是时候重启我的军师身份了。我的 CP， 我来守护。
玉川，听说你跟云小姐的事到此为止了。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周家的二女儿，刚从英国回来，家世清白，学历相当，你们见一面，定下来。奶奶，这件事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不重要，裴家的脸面比你的同意重要。那姑娘已经被停职了，案子也撤了，你还在坚持什么？妈说的是，玉川啊，年轻人一时冲动可以理解，但裴家毕竟是要面子的，总不能让人说裴家少爷被一个实习律师拿捏住了吧？那传出去多不好听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晚上周家的茶会，易川你去。他说我打游戏不理他，可是我真的只是那天加班太累了，他就把我微信拉黑了，还把家里的猫带走了。那只猫是我从路边捡回来的，养了3年。跟我没关系了，我连他的案子都做不了，他去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云律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真的不想离婚。云律师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？还是你有办法？两个人离了心，裴玉川那边没了助力，这盘棋就好走多了。他们俩是一伙的，不好，裴玉川有危险。我看不清我。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玉川跟周家的婚事不能再拖，老太太那边我已经说服了。你非要拉我来这家店，到底什么事？下午还有会，我可不能让你白来。这是我费尽心思才打听到的云朵小姐的位置，一会儿要是错过了，我的 CP 就真没救了。咦，裴总，您看那边，那不是云小姐吗？云小姐好像在跟人吃饭，对面坐着个年轻男人，看着还挺亲密的。哎呦，裴总，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个？裴总，我在车里等你好消息哦。云朵，你不是说要回老家结婚吗？就跟他呀。裴总，久仰久仰，我是吕氏集团。哎！回答我，你不是说要回老家结婚吗？结婚对象就是他呀。不是，正偷听到关键时刻呢，他怎么来了？对啊，就是他，怎么啦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云朵，你居然眼光这么差，你这是相中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啊？我吗？他居然宁愿选刚认识没几天的人，也不选我。你这么说人家不太礼貌吧？再说了，你就不能等人家走了再骂吗？怎么，你心疼他呀？我有病啊！你又不喜欢我，管我心疼事？不是我还在这儿呢，没人管我的死活吗？不是你们认识？很熟？陌生人。你不介意拼个桌吧？不介意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就想跟裴总您认识认识了。谁懂啊？前国主突然到来的占有欲。怎么，李少这是有意见？不敢不敢。这啥情况啊？我只是一个想挽回婚姻的可怜人啊。真是怪了，都没干啥，怎么感觉跟做贼一样啊？裴总，我敬您一杯。这是咖啡馆，不是宴会厅，还有咖啡喝多了容易得胃炎，还是你喝吧。
他喝点温水好了，不然晚上又会疼。你们真的不熟？不熟啊。是啊，云小姐，如果不熟，你怎么知道我咖啡喝多了会不舒服呢？不会是心疼我吧？这个陪老狗，爱喝不喝随便你。不喝就不喝，反正我本来也没有很想喝。你俩到底啥关系啊？前任雇主。前任。要不我先走。闭嘴！真的只是雇主吗？青天大老爷，我冤枉啊！我就是来找云律师咨询离婚的。我老婆要跟我离婚，我猫都被他带走了。哦，咨询离婚的。对啊，我就是炸你一下，不然你以为呢？这是合同，真是合同，裴总您看看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，不对，我还没小孩，但我有猫，3年的感情，我不能失去他们啊！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。裴玉川居然说对不起，快点原谅他，滚啊恋爱脑！这还差不多。我刚才在这儿碰见你继母和顾明宇了，他们在说婚事的事儿，还说老太太已经被说服了。我觉得不对劲，就拍下来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明显是一伙的。我本来打算借这个案子，把裴氏的账全翻出来，让那些该进去的人进去，把集团清一遍，再重组。但我现在改主意了。什么？把整个裴氏拆了，从头重建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好歹是你前代理律师，提供线索、分析案情、参与战略决策，这都是专业服务的范畴。上吧，云朵，狠狠撕咬你的律师费吧！重来一次，我要狮子大开口！这是不是多打了一个0？前期的委管看你表现。先说好，我接了你的案子，这周薪可不能按以前那个数算了，通货膨胀你懂吧？那云律师，我的离婚案您还接吗？妈，医生说已经2个月了，郑红知道后高兴的一夜没睡。既然如此，裴家的股份也该重新理一理了，毕竟不能委屈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听说我要有弟弟了。玉川，你这话说的什么弟弟不弟弟的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玉川，你今天回来是来道喜的，还是来砸场的？当然是来道喜的。裴家添丁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能不露面？道喜空手来，玉川，你这礼数……谁说空手了？这是我名下裴氏集团8%的股权让渡书，算是给未出生的弟弟的见面礼。你认真的？字都签好了，就差您签个字，怎么不想要？3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2、1。上钩了。顾总，您放心，云朵的案子我已经撤了，他连律所的门都进不来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哎，您太客气了，还特意送东西过来。钓鱼执法，我是专业的。
裴玉川那个傻子还真把股权转让书递到我手上了。确定是原件？白纸黑字，老太太当时在场都没拦。你说这算不算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？还不够。裴氏的股份大头还在老太太手里，8%不过是开胃菜。要想把裴一川彻底摁下去，得让他的案子彻底翻不了身。裴氏的旧股东名册、资金流水、关联交易底稿，都在陈光的档案柜里锁着。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翻不出花样。裴氏的旧档案都在这儿了，您二位慢慢看，外面有人守着，不会有人进来打扰。之前的那些事儿，不会让人发现吧？放心，顾总交代的事儿，我哪敢怠慢。裴宇川那小子现在连案子代理人都换了，拿什么翻？这裴氏的天要变，也是朝着您二位变。那老东西这么多年都没动静，你肚子里这个就没人怀疑？裴家20年没添过一儿半女，你真当是他们脑子转不过来？他们只会觉得是那老东西年纪大了不行了，谁会往别处想？我进裴家门那天就买通了给他调理身体的老中医，那些药膳吃了3年，他连根毛都留不住。所以这么多年，哪怕裴正红外面有多少女人前仆后继，裴家也就只有裴玉川一个。而能让我怀上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你。最毒妇人心，裴正红到死也想不到，千挑万选的枕边人是让他断了根基的毒妇。为了巩固地位，他就把你爹那儿给咔嚓了。你们豪门恩怨都这么简单粗暴的吗？我们离婚部那些争家产的，最多也就是往对方车上泼油漆，去公司拉横幅，雇人跟踪拍出轨证据，这直接上生理毁灭了，这合理吗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身上没有裴家那些脏手段的基因。你该庆幸，你喜欢上的是个正常人。谁喜欢你了？我那是职业素养，对，职业素养。律师对委托人要有基本的同理心，你别自作多情啊！怕够了吗？你别以为我答应回来就是原谅你了，我那是为了案子，为了正义，为了裴氏集团几百号员工的饭碗，跟你这个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没关系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我跟你说，我云朵可是要做大律师的人，先立业后成家，事业优先，什么美色啊、金钱啊、诱惑啊，统统不可能动摇我。我是不可能被美色打败的，撑死就摸一摸。不过我无偿帮他收集证据这么辛苦，偶尔收点利息，不过分吧？干这事，男人就会影响我搜集证据的速度。从其他角度分析，这个腹肌走向不是这个逻辑走向，作为证据提交是对我们很有利的。这嘴角怎么就压不下来呢？别笑啊！哇，是腹肌，8块，这绝对是8块。领头怎么开这么小，看不清呀！再往下一点就好了。云律师分析的很有道理。那依你看，这块腹肌，我是说这个环节还有什么需要深入调查的吗？这个环节还需要进一步勘察。那我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云大律师，帮我调查了这么多证据？那当然。那云大律师觉得我该怎么谢？
既然不受金钱诱惑，要不我肉偿，可以吗？你现在问我，刚才亲之前怎么不问？各位，裴玉川先生已经让渡了名下8%的股权，加上在座诸位近期陆续转让的份额，目前我持有裴氏集团的股份已超过裴正红先生。按照公司章程，我提议即刻召开临时董事会，重新选举集团董事长。顾总，这份让渡书确实签了字，但玉川本人不在场。程序上是否让渡书是签了字的，徐女士在场见证，程序完整，各位不必担心。是吗？徐女士签的那份让渡书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附加了条件。让渡书生效的前提是徐婉之女士腹中胎儿经 DNA 鉴定确系裴氏血统，但这个孩子该叫我爸、父亲还是大伯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！这孩子不是我的，徐婉之，你说话！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裴家20年没添过一儿半女，他们只会觉得是那老东西年纪大了不行了，能让我怀上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你们！正红，正红！玉川，这么多年是爸爸错了。孩子大了知道奶了，二战了知道说和平了，活该！裴玉川，以后我陪着你。保安，把这个毒妇还有那位姓顾的私生子请出去。从今天起，这2个人不得再踏入裴氏集团任何一栋楼。你们都等着，这笔账还没算完，迟早让你们付出代价！裴宇川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把裴家这艘破船重新接手过来而已，这艘船早就烂了。玉川，你早就知道。我知道他勾结外人想吞裴氏，知道他把股份当筹码，知道他肚子里那个孩子姓顾不姓裴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裴氏在我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裴氏是你爷爷一手打下来的，你爸守了大半辈子。人人都想分一杯羹，可现在你跟我说，你不知道他在你心里算什么？我恨过，恨他把一个人变成一具只认规矩的空壳，恨他把该站出来的人养成缩头乌龟。但我后来想明白了，裴氏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的人，以为裴家就是免死金牌。裴氏的账我会一笔一笔清，蛀虫一条一条剔。我要的不是裴家祖辈传下来的那个空架子，我要的是站在这张牌桌上成为出牌的人。确定是他了？是。她倒是个好姑娘。他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这是什么加密通话？你们裴家说话都带暗号的吗？云小姐家里还有什么管事的长辈？经历了这么多，也该把事情定下来了。找个时间，我去提亲。什么？提亲？裴正红，那个窝囊废，居然敢跟我提离婚，还要起诉我！他凭什么？他裴家那点家业，要不是我撑着，早让外面那群狐狸精分不光了。都是那个云朵，还有裴玉川。要不是他们多管闲事，挖那些陈年烂账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？顾明宇那个废物，关键时候玩失踪，一个都靠不住。好，
好啊！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谁都别想好过。谁？帮我教训2个人。今天晚上，裴氏集团地下停车场资料我发给你。裴氏继承人，这单我接不了。说条件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裴氏前程，就是通透。这单得加钱。价钱，随你开。你奶奶刚才那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把事情定下来？我可说好了，我才25，还没当上顶级律师呢。我的人生规划里可没嫁入豪门这一项。裴玉川，小心！裴玉川，你别吓我，你看着我，不许闭眼。云朵，如果我这次活下来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和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活着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坚持住，我这就打120。真的？那说好了，可不许反悔。裴玉川，你装的！不装一下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答应啊？疼不疼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动，我现在就叫救护车。云朵，我是认真的。你要是下次再装死骗我哭，我就让你真死一回。傻子。粥再不喝就真凉了。哎，还不是电视剧太好看了。再说了，谁给你喝了？这是我的。下次不许再这样了。挡刀这种事，轮不到你做。轮不到我做，给谁做？云朵，我欠你的。之前利用你当棋子，让你受委屈。往后，我这条命，裴氏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给你。那我要你1半的股份，你给不给啊？好，明天让法务部拟协议。我开玩笑的。我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，我陪你。不管前面是什么，裴氏也好，顾明宇也好，徐婉之也好，我陪你一起扛。你干嘛？这是医院啊！想哪儿去了？我去洗碗。
碰到哪里了？是不是刚才扯到了？你别乱动，我去叫医生。不疼了。裴玉川，你活该疼死！审判长，我方就裴氏集团20年前冤案及近期商业诈骗、绑架案提交以下证据。第一组，裴氏海外子公司10年前的关联交易流水，收款方与被告顾明宇名下空壳公司注册地址完全一致。第二组，系我方代理本案期间依法固定并公证的电子证据，完整证实2人串谋篡改裴氏档案、伪造股权文书、构陷当事人并侵占公司资产的全部犯罪事实。所有证据均保留原始载体未剪辑，已完成司法鉴定与证据保全，取证程序合法有效。第三组，20年前裴氏集团内部调查报告原件，报告结论明确，所谓仙太太盗窃集团资产一事，系时任财务总监捏造，签字人正是被告之一徐婉之。伪造的，那份报告是伪造的，我根本没做过那些事。报告上有您亲笔签名的审批意见，徐女士，您要申请笔迹鉴定吗？对，是他，都是他主使的，我不过是被他利用的，是他先找上我的。你敢推给我？20年前那笔账分明是你让我做的，你说拿了钱就带我走的。肃静。原告证据链完整，本庭宣判被告顾明宇、徐婉之涉嫌商业诈骗、伪造文件、故意伤害、绑架等多项罪名成立，即日移交司法机关提起公诉。怕了？云大律师刚才在法庭上可不是这样的。我那是战斗模式，现在是受苦模式，我可是 I 人。云律师，我们是天恒律所的，诚挚邀请您加入我们商事诉讼团队，薪资您开。云律师，别听他的，我们正泰律所合伙人席位虚位以待，您来了就是高级合伙人。云律师，我是锦城律所的，我们老板说，您要是愿意来，直接给您股权激励。我股权激励，高级合伙人，我这是成名了。云大律师，你之前说先立业后成家，现在你一战成名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名分？玉川说在家办公，人呢？少爷在书房，说有视频会议。老夫人，要不我先去通报一声？不急，我先转转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来看自己孙子，还要提前预约？我让人炖了汤给你补补身子。云朵呢？叫她下来一起喝。他加班，律所那边最近案子多，晚点才回来。我看了客卧和主卧，都只有一个枕头。玉川啊，你们不住一起？玉川啊，你老实告诉奶奶，你这身体是不是随了你爸那边？他当年也是，年轻的时候还好，后来就……没事儿，奶奶认识几个老中医，专治这方面的疑难杂症。回头我让人把方子送过来，你别有压力，这事儿不丢人。奶奶，我没问题。男人嘛，都爱说没有问题，
当年你爷爷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结果呢？你爸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玉川啊，这事儿耽误不得，趁年轻还能调理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？你别问了，我现在不想说话。怎么了？奶奶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脸都绿了。奶奶觉得我不行。不行？哪里不行？那天你明明……行了，看来是我瞎操心了。不过我在网上都刷到了，男人过了25那方面就不行了，再不补就迟了。哎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都端出来吧。来，奶奶特意让人准备的，这第一盅是鹿茸枸杞炖乌鸡，第二盅是海马肚中焖羊肉，韭菜炒牡蛎，还有这海参烩牛鞭，都是好东西，特意给你补补。奶奶，这个我能吃吗？我午饭还没吃呢。当然能，一起吃，一起吃，都是好东西，多吃点，对身体好。好吃，这个羊肉好嫩，这个海参也好好吃。奶奶，这汤也太香了吧！玉川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个菜真的很好吃，你快尝尝。对对对，玉川你也喝，这鹿茸炖了4个小时，最养人了。还有这牛鞭，趁热吃，凉了心气重。韭菜炒牡蛎、鹿茸、枸杞、海马肚庄、海参烩牛鞭，全是壮阳的。你现在吃的每一口，都是在给奶奶的猜测添砖加瓦。年轻人吃得极正常，这汤味道确实不错。你们继续，我先回去了。玉川啊，奶奶改天再给你送几盅来，下回记得吃。年轻人切记不能罔顾医嘱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说了。玉川，你就是故意的！受死吧！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生气？啊！打够了？没够。那等会儿再打。现在我有话要说。云朵，我这个人从小就没学会怎么好好跟人相处，裴家教我的都是防备、算计。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一个人扛着裴氏，把该还的债还完，该算的账算清。但后来你出现了，你第一次站在裴家老宅的餐桌上替我妈说话的时候，我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傻？你明明什么都不清楚，凭什么替我出头？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不是傻，你只是在乎我。裴玉川，云朵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种话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裴玉川这个人，从里到外都是你的了。我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要，我都给。所以我想问你，愿不愿意？不只是陪我演一场戏，不只是当我的律师、我的搭档、我的挡箭牌，愿不愿意陪我走完这辈子？你这是求婚吗？是。你愿意？这也太寒酸了吧！连个戒指都没有就想把我骗走，裴总，这诚意不太够啊。这得多少克啦？我云朵终究还是当上了我以前最讨厌的人。最讨厌的人？有钱人，我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被金钱收买的庸俗女人。那有钱的云朵小姐，现在愿意嫁给我了吗？看在这枚戒指的份上，勉强答应吧。你干嘛？肩膀还有伤。刚好奶奶送的那些菜浪费了可惜，不如现在试试效果，让你亲自检验一下，我行不行？